宝贝，娘亲就要走了，定要好生照顾自己，不可贪醉，要找到爹爹。等找到你爹爹，你就能回家和娘亲团聚。阿娘，您就放心升天，温温一定可以照顾好自己，每天将自己喂得饱饱的。娘，您一路走好，不用担心温温。这话怎么听着像他死了一样？温温，娘亲送你一程，去你爹那儿。不，好不容易熬到娘亲离开，他可以当不渡山老大，娘亲怎么能忍心将他送下山？娘啊，温温不想离开你，温温不应该离开我们一起生活的不渡山。温温，阿娘，今年山上的灵果就要熟了，我还没来得及吃，你先让我把灵果摘了再送我走好不好？还有山上的花锦凤鸡要下蛋了，该死的天道！老娘我才下来不到5年，你就要将老娘送回去？我家温温才多大？宽限儿5年是吾最大的容忍。放你的狗屁！狗天道，还不是因为你！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老娘带人把你劈了！宿主你好，编号666的自我救赎系统兼程为你服务，请问是否愿意绑定系统？宿主不说话，默认同意。绑定成功。我不知道，我要掉下去了。你是谁？你不是玄之息。我是岳温温，今年3岁啦。宿主，你怎么和空气擦出火星？他绑错了宿主，还好这个宿主才3岁小孩，3岁好骗。你遭天谴了吗？谁将你一个3岁小孩往万米高空往下扔？娘亲说送我去爹爹那。宿主，你就这样掉下去会死的。只要你答应我拜入问月宗，救下玄之息，我就救你。宿主是否接下任务？救之息姐姐，我姐姐接任务。现在666系统开始为宿主保驾护航。你说什么？你好吵哦！我们要死了！还不允许我哭一下吗？你不接，咱俩都得死在这儿，我无法救你。他666系统第一次出任务就要挂了吗？该死的瞎子剑尊，从海里路上他追到东域。我去哪找爹爹？死丫头，给我站住！你个天杀的小丫头，害死我家老母猪！好看，爹爹。他竟然真的在小丫头身上感受到了血脉之力，莫非是玄生影的私生女？我玄尘影没有女儿。天杀的玄尘影，活该你惨兮兮，竟然敢这么对待我可爱的宿主！娘亲明明说过，爹爹们可喜欢他了。1号爹爹，玄尘影。没想到你竟然是玄尘影的女儿。我知道他在哪里，去问月宗就能找到他。你接下救赎任务，我直接带你去问月宗。玄尘影是需要被救赎的目标之一。这宿主真的只有3岁吗？爹爹，娘亲说你可厉害了。他堂堂化神强者，被一个3岁小丫头砸进地狱，全身骨头尽碎，抠都抠不出来，颜面何在？爹爹，你别躺地板，地板冷还硌脚，你快上来。他也想，可是他现在动不了。自从金丹后，就从未被人欺负成如今模样。宿主太强悍怎么办？一招能秒杀化寻剑修。你爹爹被你打得全身骨头尽碎，无法动弹。娘亲说爹爹特别厉害，乃一代剑神，能化身为剑，一剑破天。玄尘影现在才化神，连大成都没到，怎么成神？你老实说，你是不是从未来来的？他就说嘛，他的数据里玄尘影根本没有孩子。我不知道，我一直跟着娘亲住在不渡山上。不渡山，据资料显示，那是归灵界距离天界最近的地方。你娘亲呢？娘亲升天了，就让我来找爹爹，找到爹爹才能回家。小奶团不是玄生岩的女儿，可她也没想通自己哪来的孩子，而且这孩子的娘亲还死了，就算是她的，她也不需要孩子。你快将你爹拉出来，你从未来过来，他现在根本不认识你，你再不救他，好感度要负100了，负100代表他已经不是单纯对你不喜，而是想杀你。不会的，温温这么可爱，这么厉害，怎么会有爹爹不要我？是否开启救赎玄尘影的任务？开
开启任务后，可看到玄尘影对宿主的好感度。答应救助玄尘影，奖励3枚疗伤丹。开，爹爹一定超喜欢我。他从未服用过丹药。你还痛不痛？你好了吗？你怎么不说话？爹爹不会被他砸傻了吧？娘亲说的对，她以后要当一个温柔的小女孩，不能乱打人。爹爹，我今年3岁了，是个乖宝宝。3岁就能将他打趴下，还无丝毫灵气变动，莫非是纯肉体强度？娘亲时空术法出了问题，把我送到了过去。我是从未来来的，血脉石亮了。你看，你就是我爹爹。你叫什么名字？岳温温，爹爹可以叫我温温。爹爹，你带我回家吧。回家吗？他不需要家，也不需要家人。爹爹，温温饿了，每天这个时候娘亲就会在家里给温温好吃的，犒劳温温是个乖宝宝。爹爹，温温想娘亲了。谢谢爹爹。你不要跟着我，我不带孩子。小丫头，你弄死了我家老母猪，赶紧赔钱！这人该不会是瞎子吧？这人该不会是瞎子吧？多谢仙人，多谢仙人！爹爹，你快饶了我！我的果果，爹爹给我的果果。别哭了，等下回宗给你摘果子。爹爹带我回家，娘亲走了，温温就没有家了。带你回问月宗可以，我可不照顾小孩。明月，你伤害刚刚好，找灵草的事交给我们就好。速灵草的消息是我偶然者得，速灵草又是传说中的灵草，要是去晚了，恐怕就被他人采了。知悉姐姐丹田被毁，需要速灵草。小师妹，你管那个废物干嘛？他心思歹毒，还想着将你推入妖兽口中。怎么会呢？那必定是知悉姐姐不小心的。再怎么说，知悉姐姐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我不过是爹娘的养女。就她，每次都想着陷害你。别这么说，知悉姐姐。爹爹呢？漂亮姐姐，你有没有看到吴爹爹？小丫头，你爹爹是？我爹爹是玄尘影抱我回家的，我叫岳温温，今年3岁啦。玄尘影，这死孩子，有孩子竟然不告诉他，还不请他喝喜酒。爹爹明明说过带我回家摘果子吃。温温，这是辟谷丹，吃了就不饿了。谢谢姐姐。温温，你怎么不吃？我要留给爹爹吃，爹爹太弱，味道怪怪的丹药，他可心疼了。漂亮姐姐，你也想吃吗？这个石头的没有味道，但是比丹药好吃。温温只有在没有其他东西吃的时候才吃它。一枚极品灵石就已经能买很多辟谷丹，小丫头似乎对灵石没有认知。玄尘影到底哪里抱回来的女儿？不仅这么有礼貌，这么乖，这么可爱，还这么有钱。就她那穷鬼能拿出极品灵石出来，云素灵是100个不相信。难怪玄尘影将小丫头往她这里放。要是玄家人发现小丫头的东西，还不得全被骗？漂亮姐姐，你要是吃不饱，还可以找我要。不，她人老了，牙口不好，啃不动灵石。温温，云奶奶这里辟谷丹多的是，你不用啃石头。娘亲说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漂亮姐姐，你一定要收下温温的灵石。3枚极品灵石，相当于300万枚下品灵石。云奶奶，太阳晒屁股，爹爹为什么还没回来？明月，你伤害刚刚好，找灵草的事交给我们就好。速灵草的消息是我偶然者得，速灵草又是传说中的灵草，要是去晚了，恐怕就被他人采了。知悉姐姐丹田被毁，需要速灵草。小师妹，你管那个废物干嘛？他心思歹毒，还想着将你推入妖兽口中。怎么会呢？那必定是知悉姐姐不小心的。再怎么说，知悉姐姐才是爹娘的亲生女儿，我不过是爹娘的养女。就她，每次都想着陷害你。别这么说，知悉姐姐。小师妹，那有一株碧灵果，我们这次也不算白来。小师妹，这碧灵果是3阶灵果，对修炼很有帮助。小师妹，我们快些采摘吧。小师妹，小心！小师妹，快躲开！这蛇有助。陈颖尊者，您是来此地追杀魔修的吗？我刚刚察觉到那个方位有魔修气息。这女修有问题，她的行踪向来无人知晓。追杀魔修还是昨日之事，被温温一打岔。那魔修如今她也不知在哪儿，才20几枚果子，温温肯定不够吃。
小师妹，就这样输给他？凭什么玄之息就能受到玄尘影的青睐，到他这里玄尘影就来抢他要到手的灵果？是陈影尊者不厚道，堂堂一个尊者还抢我们这些小辈的灵果。说来也奇怪，我听说陈影尊者以前只杀妖兽，从不采摘灵果。他那冰立风终年严寒，灵果树带回去也种不出来啊。我们回家，爹爹娘亲应该将知悉姐姐放出来了吧？寒洞对他来说是修炼之地，对玄之息那个小可爱可就要是玩废了，可就不好。你若认错，便放你出去。我没对人，8年时间足够他看清人心。父母的不闻不问，视而不见，亲哥哥和爷爷看垃圾一样的眼神，他们的关注点永远在养女身上，不会是他？怎么你还想说是明月自己撞上去的？明月为什么要污蔑你？他是变异冰灵根天才，整个灵法峰谁不喜欢他？早已经筑基初期，拥有灵火，还是2品炼丹师。倒是你每次都想陷害明月，明月却次次维护你。这次听到外头有素灵草的消息，上才刚好，便想着去为你采摘灵草。知悉，明月是你妹妹，你如此污蔑她，对得起她吗？他哆嗦了一下嘴唇，终究是什么都没说。他知道自己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浪费残存的力气。知悉，这寒洞冰冷刺骨，答应阿娘以后不许再陷害你妹妹，出去当众给你妹妹道个歉。我没错，那还不是你？算了，你这么倔，也不知为什么中和明月过不去。先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事。他知道自己的眼泪是不值钱的。阿婆，我好想你，有你在的时候，西西是最幸福的。眼皮好沉，他要睡觉了吗？宿主，你快去啊！你再不快点，玄之息就要冻死了。天杀的重生者就会害人。宿主，为啥阵法对你没用啊？阵法是什么东西？娘亲从来没和他说过。阿娘说过，知悉姐姐和她并列天界双姿，明艳动人，一袭高贵紫衣，手握轻笔，可绘万物，身骑麒麟兽，是混沌灵体，精通5系术法。最主要的一点，娘亲说知悉姐姐做饭比她做的好吃。这是知悉姐姐吗？原本应该是天之骄子，却被落到如此地步，都是因为可恶的重生者。好冷。知悉姐姐，温温给你取暖。姐姐，我没有妹妹。啊！宿主，玄之息是被他的养妹陷害至此。宿主，你先将玄之息救出去，奖励你一本除神食谱。等下我再和你说。玄明月、白眼狼、心机白莲花，气死他了！救人还有奖励，真好，还是食谱。娘亲不仅不教他做好吃的，还不准他学。现在娘亲走了，他连好吃的都没了。主人，他这个伤痕脆弱的身体承受不住疗伤丹的药力，你将他带回去，交给云素灵。明白了，知悉姐姐身体比爹爹还要脆弱，那她必须少用点。宿主，你就这么背着出去，要是被人看到，岂不是不好？你还是直接举人吧。云姨，温温呢？温温，你没带走吗？刚刚他还在石头上坐着，等爹爹回来接他。温温刚刚在等他来接他回家吗？自从今早醒来就要找爹爹，在石头上坐了一上午。别愣住了，赶紧去找孩子。我这山上妖兽也多，可你没有带走的话，我这附近全是阵法。温温是怎么出去的？莫不是玄老头？要真是他们带走，那就不好了。温温身上宝贝多的是，那身衣服就价值连城。他担心个鬼！小丫头的战斗力爆表。爹爹，你是来接温温回家吗？爹爹，我们快回家吧。这不是玄生言的女儿吗？好好的一个丫头，怎么会被冻成这样？丢出去！爹爹，不要将知悉姐丢出去，是我将知悉姐姐从冰洞里救出来的。她的阿娘好坏，把她丢进冰洞，想冻死知悉姐姐。爹爹，你也怕冷吗？怕冷的话，温温帮你暖暖。温温不怕冷，我可暖和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孩子今年16岁，看起来像个12岁营养不良的孩子，瘦得跟竹竿似的。如果刚刚温温没将这孩子带出来，恐怕已经被冻死了。他的丹田尽碎，是个凡人，怎么能忍受住寒冻的剔骨严寒？如今身体破败不堪，要好好养养。知悉姐姐560跟大哥4连点啦。娘亲说做人要低调。当初玄尘影小时候也被母亲丢进过冰洞，还是他将她救出来，甚至
他的双目都是他爹挖的，只因当时他双胞胎哥哥眼睛瞎了。爹爹，给你，我们2个分。我不吃。竟然有人不吃灵果！爹爹，灵果可好吃了，你尝一个。爹爹，灵果是不是特别好吃？不好吃，我不吃。爹爹，你还想要吗？你一口我一口也可以的。温温把果果屁股给你吃哦。刚刚那枚果子呢？果核呢？吃了啊。陈颖，你提着温温干嘛？看把孩子吓的。爹爹，你不能丢下温温，你不是来接温温回家的吗？姨奶奶，爹爹问温温果核呢？我说吃了，然后爹爹就把温温提了起来，让我吐出来，还凶温温。特玛果核是你一个3岁孩子能吞的吗？陈颖，今早温温醒来饿极了，拿着零食啃，他咬在嘴里嘎嘣脆。玄陈颖这孩子你哪里抱来的？他娘亲会不是人？爹爹，你要带温回家吗？姨奶奶，温温明天再来看你和知悉姐姐。好，奶奶帮你将碧灵果妥树种在山上，以后温温每隔3年就能有碧灵果吃。3年要好久哦，那还不如让他将树啃了算了。爹爹，我们的家好好看哦，温温超级喜欢。爹爹，知悉姐姐家的冰松没有你这里一半好看。爹爹，你笑了吗？我这冰立峰终年严寒，只有我一人居住，住在山腰石洞里。你要是受不了，可自行下山去找云姨。受得了，受得了，温温可喜欢这里啦。没几个修士能受得了，不过是一时的心瘾罢了。明日这小屁孩说不定就会喊受不了，受不了喊本尊，本尊送你出山，在这里断不可随意打人。好冰。这是本尊的床，不要乱碰。爹爹，那温和你一起睡哦。下来。爹爹，家里只有1张床啊。等下本尊给你弄一张，你先出去玩。谢谢爹爹。系统哥哥，我的食谱呢？在系统空间。知悉姐姐好可怜，我要去揍知悉姐姐的娘亲嘛。因为她眼瞎心盲，还功利心重。我可厉害了，副主，我们是自我救助系统，改了他人的因，就要承受他人的果。有空去蹲一波，就像我在不渡山上蹲妖兽蛋一样，蹲到就交给娘亲烤了吃。宿主可以为我取个名字，那你和我姓哦，就叫月斋天。这哪是宿主，这是他的大腿。他简直是幸运锦鲤。为什么是白的？温温，你滴血认主。我知道，可是我饿了，先炒个血，没有油没事的。熟啦！谁呀？这是在干嘛？谁？夏天哥哥，为什么没有一点味道？爹爹肯定会写嫌弃的。哇，我能看到问月宗全貌，好多好多灵果树，你能不能自己下去？他们想抢我的吃的！可恶了，在主人心里，什么都比不上一口吃的。断了。温温呢？你们在本尊的地盘干什么？本尊女儿呢？玄陈颖，本尊可是你爹，还不放下剑？二不配。再说，我杀了你！天哪，陈颖尊者真的好帅！杀爹正道，我还是第一次听。什么杀爹正道？分明是玄镇长老非要往上凑，尊者早已有自己的道。陈颖啊，莫要伤了和气。你这封上一声震天巨响，问月宗都抖了3抖。我们这才来看看，你瞧，这山头都被炸断了。宗主，我找到一口锅，里面还有层烧焦物。这锅莫不是那小团子搞出来的？爹爹，你快捞一下我！我刚刚被炸飞上天，现在又跌回来了。这就是陈颖尊者的女儿。啊！爹爹，他拿我的锅，那是我的锅。
我削了好久的锅。你这小丫头力气怎么这么大？害得老夫我差点栽了个跟头。我的吃的呢？没了，一滴都没了。我和爹爹的晚餐呢？温温好饿，是不是你们把温温的晚餐吃了？你这3岁小孩怎么如此不讲道理？我要是会讲道理，我还是3岁小孩吗？丫头，能和爷爷说说冰之风发生什么了吗？不过是温温不小心炸了一枚天雷子，众人请回吧。不行，爹爹，不能放他们走，他们要陪温温吃的。她真的是陈颖尊者女儿，太可爱了。小丫头，你告诉爷爷这锅是谁炼的？爷爷这袋灵果都给你。本尊在一个秘境偶然所得。留下一袋食物，不然不许走。排好队，每个人都不能落下。小丫头嘴真甜，因为有漂亮姐姐的果果吃，漂亮姐姐笑起来真好看，比桃花还美。你叫温温是吧？娘亲呢？我叫月温温，娘亲升天了，温温想娘亲2天没看到了。来御兽峰玩，有小兽和蜂蜜。来见风沙妖兽摘灵果，来丹峰吃灵果。我一定去，谢谢大家。这么多食物，温温能吃好久。我就知道爹爹会喜欢温温的。陈颖啊，温温还小，你地骨它不行，冰立风太冷，养不起就送育儿蜂。我不，温温吃的不多，力气超大，可以搬木头赚吃的。主人，他挖了你爹爹的眼睛。挖爹爹眼。灵果，捡起来。你想弑父？10岁挖本尊双眼，太狠心了！虎毒不食子，灵法风太偏心了。少了。他给的灵果，我们风味妖兽都不吃。灵法风这么穷吗？漂亮姐姐，不要喂小妖兽，喂我，温温啥都吃，不嫌弃的。温温想吃来丹峰，灵芝管够。小团子有空来玩。谢谢老爷爷给的果果，温温很喜欢。爹爹，这个果果最大最红，给你吃。你吃桃子屁屁，温温吃果蒂。现在先不吃。不行，坏老头会抢回去。你是不是在心里偷偷骂我？谢谢爷爷。爷爷骗我，这件是坏的。谢谢爷爷，爷爷慢走，温温有时间去你家玩哈。25袋灵果，还有果蜜和灵米，温温发财啦！爹爹，这个是什么5品紫晶灵米，还不错。爹爹说好吃，那肯定好吃。这个温温记得，是漂亮青衣姐姐给的，她还邀请温温去她家玩。爹爹，原来装可怜，动动脑子，真的会有好多好多灵果到窝窝怀里来。他似乎突然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修士喜欢打劫。爹爹，温温给你的果果，你快吃哦，不然老头会来抢的。本尊不吃。爹爹，你不吃修为提升的好慢，什么时候才能和温温一样厉害？然后你带温温回家找娘亲啊。你娘亲没死？没有啊，娘亲升天了。娘亲说她只是回家，娘亲本来就是天上的仙女，温温也是天上的仙女，可厉害啦！爹爹，你要加油，变成天上的神，然后就能带温温一起去找娘亲。娘亲说爹爹特别厉害，乃一代剑神，能化身为剑，一剑破天。爹爹，这个肯定不是温温干的，一定是那些人。温温没有炸我们的家。那你和本尊说说你干了什么？爹爹，等下我们就有好吃的了。你真的只是在用铁锅炖血？爹爹，尊嘟。应该是其他人炸了他的山峰。天色渐黑，
得给温温找个山洞过夜。你在这里好好待着，不要走动。爹爹，熟了，吃完晚餐再走吧。岳文文，你刚刚还说不是你，你今天下山睡。爹爹，这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炸。温温就是肚子饿，想做饭给我们吃，不要赶我下山，我不挑的，我就睡这里就好。岳文文，起来。这小家伙是个大杀器，必须留在身边。爹爹在哪里？温温就在哪里。爹爹，你好厉害！温温爹爹超牛逼，超厉害！总有一天，我爹爹能一剑破天，飞升天界。不，他没错。如果当初玄尘影和妍儿一样具备双灵根，他和妻子也不会放弃。如果当初没有将影兽粉弄在玄尘影身上，死的就是他们全家。舍他一人救他们3人，难道玄尘影不值得吗？本尊要闭关。这一闭关，也不知要多少年才出来。爹爹，给你吃果果屁股。你吃，你吃。爹爹，那温温给你煮紫精灵米吃。主人，要不让你爹爹来，我怕出事。肯定不会的，肯定是那血有问题。这次应该不会炸了吧？主人该不会以为还是火焰的问题，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主人到底我有光多少种异火？这团火怎么和温温刚刚用的不一样？爹爹，刚刚煮饭炸锅，我就换了种火。看来小团子身具多种异火。爹爹，饭熟了，我们可以吃饭啦！原来护宗大阵对温温如同虚设，今晚又要搬家，以后再也不让温温做饭了。那不是做饭，是灭家。陈影尊者，怎么没见温温？今天你们冰陆峰又发生什么？你劈了一座山头，又炸了一座山头吗？爹爹，好吃。陈影，温温他一掌能拍死你，别惹他。你逗我玩呢？温温他才多大？宣陈影从不说假话，更不屑拿这种事开玩笑。陈影，温温的事少一个人知道，多一份安全。我们问月宗自上一个大成强者陨落后，已很久没有大成强者。归灵界不止东周，还有人族、魔族等5大族，还有修罗族等隐士种族。本尊知道，温温母亲是必须叮嘱温温，她是从未来过来的，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危险。不知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温温哪儿来的？莫要诓本宗主！温温自己找来的，你闭嘴！你这冰立峰还有几个山头够炸的？怎么你这个大冰块都有女儿来找？本宗主风流倜傥，咋就没小丫头来找我？宗主，你不是一直号称自己要当一辈子单身狗，为宗门发光放热吗？原来是青样啊！
听说你得的厌女症还没治好，也不知我师姑什么时候才能抱小重孙。宗主，我才18岁，您身为一宗之主如此八卦，不知宗务可有处理好？本宗主这是为了宗门内部和谐。玄叔，本尊没空招待你们，没事便离开冰立峰。陈颖啊，本宗主每次来你这儿，别说饭，有杯茶水也好啊。伯伯，你是要留在我家吃饭吗？温温煮饭给你们吃。紫精灵米。温温，你今日又炸了我一个山头。爹爹，要不然你今个下午批一个，正好等下温温吃完饭下山去看知悉姐姐。哈哈哈哈！陈颖，你看看你女儿真逗。你看看温温的脸，全是锅灰，头发也乱糟糟的。好好一个白白胖胖的丫头，被你照顾成比小乞丐还惨。在他的世界里，所有东西都是灰暗的，岳温温亦然。宗主，您能不能闭嘴？玄叔没有眼睛，这是宗门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本宗主这是恨铁不成钢，玄陈颖眼睛的事，我自然也是知道的。你就算偷偷取回眼睛，宗门也不会帮玄生眼，那是你们的私人恩怨。可若是宗门其他人插手，性质就不一样。这是玄叔的事。本宗主也不想我问岳宗好好的天才，最后会毁于一双眼睛。我的头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的小铃铛呢？爹爹，你的头发梳得好好哦。或许岳温温的到来会让一些事情出现转机。陈颖，你这么有钱吗？这可是天无私啊！上等的炼器和炼制高级法衣的材料一难求，炼器修士穿上都能抵挡元婴修士全力一击。他哪里有钱？昨日给温温买儿童床，还是典当了自己之前的一把破剑，那剑也不值钱。温温有钱，温温超级有钱，能养好几个爹爹。爹爹，给你吃哦。温温自己吃，他没温温牙口好。爹爹，那你吃温温煮的紫精灵米可好吃了，我今天早上吃了很多，这些给你吃，等下我再煮。这是紫精灵米？昨天漂亮青衣姐姐给的紫精灵米，今儿个早上我煮了2大碗，可好吃了。真的好吃，伯伯你真的不尝一下吗？陈颖，温温，本宗主突然感觉到了临界点，便不奉陪。温温，有空来我宗主峰玩。玄叔，我错了。自从6岁那件事发生后，我讨厌一切肢体触碰，任何的肢体触碰都会让我觉得反胃、恶心。哪怕是从小带大我的外婆都不行。主人，你认识他吗？对他这么热情。娘亲的手下，知悉姐姐的至交好友青浪哥哥，精通水系术法，最喜欢到处行云布雨。这灵米花是？闭嘴！温温煮的米可好吃了，青阳哥哥，你还要不要来几颗？爹爹，温温再煮点儿。我来。爹爹，你煮饭会炸山吗？不会。那你会煮饭吗？不会。不会。今日灵米威力比昨日大3倍，再让他煮，冰立峰就要没了。不会的，爹爹，那一定是意外。一次是意外，那3次呢？爹爹，温温还没有吃过你做的饭。本尊也从未吃过自己煮的饭。爹爹，你煮的灵米好香啊，一定很好吃。哇，熟了！爹爹，原来你煮饭不炸锅，好有煮饭天赋的。真的？对啊，煮的软乎乎的，熟了。
这东西真是他做的，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的东西，恨不得立刻吐出来，却强忍着。爹爹，你好棒啊！煮的米和温温煮的味道一点都不一样，怪好吃的。爹爹煮的饭怎么和娘亲炼的丹一样难吃？爹爹内心没有娘亲强大，还是第一次做饭，说不好吃会打击他的。这东西真的好吃，本尊真的有做饭天赋。爹爹，你吃饱了吗？温温还没吃饱，要不然你给温温吧。早知道就和宗主一起走，这东西简直难以下咽，等下下山就吐出去。终于知道玄尘影为什么会喜欢岳温文，这般贴心懂事，简直是贴心小棉袄。清墨哥哥，你不吃吗？你要是不吃的话，温温帮你吃了吧，不能浪费食物。早知道就和宗主一起走，这东西简直难以下咽，等下下山就吐出去。你跟着我干嘛？爹爹修炼不下山，我要下山看望知悉姐姐。爹爹说出了冰厉风，不准乱用灵力，温温就只好跟在你屁股后面。完了，他跟着我，我根本没法吐，太难受了。你要去哪里找？灵童峰，知悉姐姐在云奶奶那里。不好的预感，我家就在灵童峰。闭关这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么？青浪哥哥，我们走吧，我们一起去看知悉姐姐。你怎么下山？别拉着我，我不带你。没事哦，我带你下山。是我太丑了吗？所以他看到我就反胃。明天早上醒来就离开灵童峰，不能给素灵道君添麻烦。素灵道君说是一个小奶团将我从小冰洞里背出来的，要是再晚一点，我就魂归西去了。凭什么玄明月一个不小心就让我成为废人，他却能享受本该属于我的一切？真是可笑！当初竟然还天真的把玄明月当成亲姐妹，满心期待我们能一起修炼。千阳哥哥怎么吐了？爹爹做的饭很难吃吗？知悉姐姐，你可不可以给温温做吃的？温温听说你做饭超级好吃。是温温来了，昨日离开时还嚷嚷着看知悉姐姐。你要等的救命恩人是温温，昨日是他用麻袋将从灵法峰小冰洞中偷出来的。我知道我爱，可以不这样比划呀，我才3岁，会长大的。你多大呢？我叫岳温温，今年3岁啦，我超厉害的，以后我保护姐姐。温温是陈颖剑尊的女儿，今年刚好3岁，前日陈颖剑尊将她带回来的。陈颖剑尊那么厉害，他的女儿自然也不一般。谢谢你救了我。不用谢的，知悉姐姐以后一定会变得超级厉害。温温就想吃知悉姐姐做的饭。岳温温刚回宗门，怎么会认识从未出宗的玄知悉？宿主，玄知悉丹田被毁，他现在不能修炼。丹田被毁就不能修炼吗？你没有丹田吗？我没有丹田，我只有灵根，我的灵根就是我自己。娘亲说的，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哦。系统哥哥，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有涅槃速灵丹，原本是和玄知悉绑定，引导他开启自我救赎，发给他的新手奖励。结果他绑错了人，还好主人比他厉害，比他强。系统哥哥，那你快点给我！宿主，涅槃速灵丹
可是9品丹药，能不能找个没其他人的地方装神送出去？为啥不能直接给呀？9品丹药听起来好厉害。爹爹和知悉姐姐都好惨，都要吃丹药调理身体。温温，你知悉姐姐现在身体虚弱，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做饭的话，我这里既没厨房又没锅，救命恩人已见到，我该离开，不能给道君添麻烦。你既然是温温带过来的，那就好好在我灵童峰住下。我素来喜欢清静，这峰里除了我孙儿，便只有我一人。你若是觉得过意不去，等身体好些，可帮我分列灵职。知悉姐姐的娘亲太坏，不能回家，以后温温的家就是你的家，我们一起住在冰落峰吧。温温每天煮饭给你吃。太麻烦温温，如果可以，我想回凡人界。知悉姐姐，那些坏人欺负你，我们要欺负回去。自从阿婆死后，再也没人维护我了。小丫头哭什么？你爹娘啊，和你爷爷奶奶一个样。陈颖的眼睛当初是你爷爷挖的，到如今还在你爹身上，他们也不见得会对你比玄明月好。这孩子太惨了，若是我的女儿还在，也该这么大了。丫头，不在乎你的人不值得你伤心落泪。你要是想在云奶奶这灵童峰度过个余生也行。这玄之息就是陈颖小时候一样绝境逢生，一定要试一试，不能就这么认输，不能输给玄明月。素林道君，知悉愿意一辈子留在灵童峰，只是害怕给道君添麻烦。这次更是想置玄明月于死地。没有，就你这根瘦竹竿，推玄明月那个筑基初期的修士，你推3岁小孩岳温温都推不动吧？你那腿恐怕还没岳温温手臂粗。青阳哥哥，你也推不动温温，不信你试试。玄之息的身体，别说筑基，炼气修士都推不动。玄生言不可能眼瞎，怕是因为知悉是废灵根，故意偏袒玄明月罢了。他小时候也欺负陈颖，现在倒好，躲着陈颖不敢回宗。再看看吧，看看这孩子的心性如何。丫头，有些人就是愿意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或者说自己想要看到的。人活一生，无论做什么都要无愧于心，无愧于自己。娘亲也是这样教温温的，做了就是做了，没做就是没做。才刚认识的人都愿意相信我的至亲，却从来没有。小丫头，先将伤养好再说。如果知意往后有机会，素林道君的恩情，知意必当回答。还有温温，温温不要保儿，温温就想吃一口知悉姐姐做的饭。你这丫头，等知悉姐姐养好身体，可以做饭给温温吃吗？我没有灵力，不能处理灵材，只能做一些不需要处理的给温温吃。没事的，温温啥都吃，不挑。昨日生啃灵石都吃得香，可不就是啥都不挑？云奶奶，为什么知悉姐姐要喝这么苦的药？那小丫头也不知道吃错什么东西，身体亏空的厉害，不受补，才会造成身体消瘦，得先清理身体。今天青旺哥哥吃了爹爹煮的饭吐了。内心修炼，8岁修炼，10岁被废，多亏玄明月，我才对灵芝有了解。青阳哥哥，你是在干什么？温温想去气风，你带我去呗。这小孩怎么就不肯放过我？他自己明明能瞬移，才3岁，实力怎么这么强？我都看不出来，莫非是上古神兽幼长？人族孩子5岁才测灵根，妖兽元婴才能化形。我不带你，你自己去。青阳哥哥，你是不是很想要？淡水灵根又怎样？7品炉鼎又怎样？我一定能变强。青阳哥哥，给你，你带我去嘛。温温师妹，以后有事都可来找我。这扇子飘飘欲坠的，青阳哥哥好像不靠谱。小奶团，上去吧。一定是你太胖，以后少吃点，太沉。我没有，一定是你没用。你看我爹爹的剑又大又稳的，我还可以在上面睡觉。
你看看你手臂比玄之息的腿还要粗。你怎么知道知悉姐姐的腿有多粗？我又不眼瞎。坐好，你坐前面，离我远点，不许碰到我。青蛙哥哥，你能不能开上开稳点？我这是筑基后第一次御物飞行带个人，我闭关3年，一口气从炼气巅峰晋级到了筑基中期。本以为不靠谱，没想到这么不靠谱，摔下去会不会给爹爹添麻烦？我不掉下去，好像不太好。青让哥哥，我要掉下来了，你快捞捞我！江师弟，我们风主此时正在练气，实在不方便见客。这小奶团力气大的离谱。文文师妹，要不然我们先回去，练气室练气需要很久时间。郭爷爷，温温带大铁锅来看你，你不是看上了温温的大锅吗？温温想请你帮忙练剑。这小孩温温，昨日传得沸扬扬的陈颖剑尊的女儿好像叫岳温温。叫岳温温。在哪儿？岳温温在哪儿？在这里。风主从不中途停练气，这下完了，陈颖剑尊会不会杀了我？郭爷爷，这肯定不是我干的，是大门先砸我的。文文，你实话和郭爷爷说，你这锅是哪里来的？郭风主，您此刻特别像诱拐小孩的人贩子。你这孩子怎么从小不会说人话？难道你在和鬼说话？笑话，怼不过宗主，还怼不过你会这个老头。云师姐那么喜欢清静的一个人，怎就有你这么个外孙？温温丫头，要不来爷爷练起室说？呵呵，那你小子也进来。我和你外婆是知根知底的人，搞得我老头子吃小孩似的。那我也不放心，温温是我带来的，他才3岁，您这是骗小孩？哪里的事儿？老头子，我不过就是想知道炼制9品顶级防御灵气的是谁。这灵气已经接触到了那一方面，就差一点点变成仙气。必定是陈颖尊者给温温的。现如今整个归灵界也没有9品炼气师。不是的，大铁锅是温温用匕首削的，削了好久。温温找爷爷什么事儿？这剑不是灵法峰玄长老上次请我炼制的吗？可是有问题。温温想让爷爷将这把剑炼制成物种属性，不要冰属性。温温可以用大铁锅和您换。这孩子以为我看上他的大铁锅了。温温，爷爷不是看上你的大铁锅，是看上炼制大铁锅的人。郭爷爷，你长得不好看，温温没看上你。难不成这锅真是你炼的？9品顶级炼气师，这绝对不可能，不可能！哈，真有意思。如果炼制大铁锅的人还在，爷爷不过是想拜炼制大铁锅的人为师傅。真的？哦耶！我可以当师尊了吗？还有假的不成？温温丫头，要是能帮郭爷爷引荐一下，以后温温想要炼什么灵气，只管拿材料过来。当然可以。系统哥哥说郭爷爷是问月宗最厉害的炼气师。温温，爷爷身上没有其他的小灵石，这一袋灵果你拿着，2品灵果你也能吃。谢谢郭爷爷。那温温可否告诉爷爷，炼制9品顶级防御灵气的是谁？我，真的是我。这孩子怎么还玩弄我这个老头子？宿主，你给他当场表演一个，他不信你一个3岁小孩能炼制出9品防御灵气。郭爷爷，要是温温削出大铁锅，你不能食言，一定要拜温温为师哦。我郭剑山说到做到。温温啊，说谎可不是好孩子。我没有撒谎。哪个天杀的，竟然用极品黑曜石全部打造成匕首？
这石头要是取一点点融进灵剑中，灵剑可以提高一个品质。娘亲给我的。郭爷爷，您为什么老看上温温的东西？你要是想要的话，我也可以给你一个，你帮我练剑就好。我不是看上你的匕首，我是看上炼制匕首的石头。哦，这个石头我也有。行，那等下郭爷爷帮你改造剑，温温给一块黑曜石给爷爷。你这不是坑3岁小孩吗？郭峰主，你能不能要点脸？黑曜石乃是珍贵的8品矿石，整个归灵界都难寻。鬼鬼文，死老头，你这么拐小孩！郭爷爷，你干什么？文文，你在爷爷这里消，外面人多，这才消一半就有9品防御灵气的力量。没有啊，只有郭爷爷和清漾哥哥。文文，你继续消。天极异火，星辰天火，传说中的异火。郭爷爷，你看，温温消出来了，你可以变成温温徒弟了吗？折寿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师尊，以后我罩着你。师尊，您看你什么时候教徒儿炼器？徒儿卡在7品炼器师很久，就是无法攻破8品炼器师的门槛。师尊，你炼器这么厉害，这剑你加入5种属性的材料，自然会变成5属性，说不定还能提高灵剑品质。真的吗？可是我不会炼器。师尊，你莫要谦虚，没有触及那个层面，又怎能炼制出9品灵气？大徒弟，我真的不会，我不会骗你的。他真不会炼器，可铁锅明明是他削出来的。他能随手削出9品气，是天才。我教他，他再教我，完美。文文，你手中的是6品灵气，咱们先拿些材料当实验品，你尝试能不能炼制出除了防御灵气以外的灵气。娘亲只教我大道理，不教我炼器，我要自己试试。炼器可不仅仅只是雕刻，还要挑选材料、淬炼、锻打、加入灵物、刻画铭文。最难的便是最后一步刻画铭文，需要炼器师引动4周灵气，聚集天地之力，用刻刀刻下铭文，将气生活，使之成为灵气，不然就是普通凡气，还会浪费材料。那为什么温温削出来的大铁锅是9品灵气？文文，旁边的小炼器炉边是淬火池，你按照爷爷教的方法，将石头淬炼出灵铁，用自己的异火将铁塑造成这把匕首的模样试试。文文，你天生异火，可直接操控异火淬炼。不愧是天生异火，对火焰的掌控力也太强了。其实我也掌控不好力量，多亏娘亲逼着我练。现在用神石。我也想用神石，可我的神石上有7条锁链、7大封印。啊！我都不能徒手碰，他一个3岁小孩怎么可以？有紧的地方。文文，你是不是有灵力？如果有，那试试将匕首丢进炼器炉中，加入灵物。你可以选择加入不同属性的灵物，金属性灵物会让匕首更坚硬、更锋利，还能提高匕首的品级。原来我这么有天赋。这么多灵晶，一条疗用都难出一块，太浪费了。老头子，我的炼器室啊！这可是我花重金打造的炼器室。为什么会炸？和我煮饭一样？宿主，你煮饭好像也会炸，炼器也炸，是不是因为这个你天赋好，你娘亲也不教你的原因？唉，
系统哥哥，温温下次换种火。你兵器风是被……闭嘴！郭峰主，你这炼气炸炉炸得有点猛。原本老夫我还想着请你练一把好剑，你这炼气室被炸了。去你的！上次帮你练剑，你欠的钱还没还给老头子我。老夫我哪次从外面回来找到的珍贵矿石不是给你小子了啊？9品成长性灵气，你个死老头，用天灵珠的竹根炼成棍子，这么好的材料就不能给我练把灵剑吗？成长性9品灵气，这要是把剑……郭峰主，不知你这棍子卖不卖？这棍子要是弄成伏笔，画出的符箓必定能提高1、2个档次。9品成长性灵气，这怎么可能？那成长性灵气，哪怕1品也抢手，温温随手就能练9品，说不定能培养成气神。不卖不卖，是温温的棍子。不可！9品灵气自带锐气，怕……一个3岁小孩，怎么能掌控9品成长性灵气？爹爹，温温拿着。让我揽锅？我一个7品炼气师，怎么可能练出9品灵气？一露馅就完了。系统哥哥，我是不是超级厉害？刚刚那个叔叔说可以做伏笔，到时候温温给知悉姐姐做一个。知悉姐姐是武灵根，能引天地本源属性，最适合画符。主人，你把郭剑山的炼气室炸了。完了，我忘钥匙走了，大图的剑就没人练了。大徒弟，温温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别告诉我，小奶娃喊的大徒弟是气风峰主。师尊，郭峰主，师尊可不是随便能喊的。你一个活了几百岁的人，怎能喊一个3岁小孩为师尊？大徒弟，爹爹来接温温回家，我下次再来找你练起。温温收了郭剑山当徒弟。师尊，你已经够非常厉害，不用再练气。我这炼气室修好要花费1大笔灵石。真的吗？可是我的剑还没有练。那棍子便是无属性，这剑倒不如不要。也是哦，一看就不坚实。可卖钱。可是温温不缺钱。师尊，我缺。炼气室是我炸的，徒弟没炼气室就不能教我练气了。大徒弟给你修炼气室。师尊也太有钱了，我还不如一个3岁小孩。天哪，陈颖剑尊什么时候这么有钱呢？他不是素来很穷吗？说不定那是小奶团娘亲给他留下的。陈颖剑尊能有啥钱？当着我的面内涵我。大徒弟，等你修好炼气室，温温再来。师尊，你真的不用练气，等我哪天成了真正的9品炼气师，您再来可好？好的，大徒弟，温温祝你早点成为想成为的9品炼气师。这小奶团真是个福娃娃，一句话就点醒了郭老头。师尊，慢走！郭峰主，这9品成长性灵气不过是运气，遇到的材料有灵性，那材料是温温的。我一个7品炼气师，哪里能炼制出9品灵气？原来只是运气啊！看来是材料好，跟郭峰主没关系。就算我说了，谁会信一个3岁小奶娃能练出9品灵气？就像我当初一样。你怎么还不走？剑山，你怎好端端的拜温温那丫头为师？就算他爹爹是陈颖剑尊，你给老头子滚，回你的剑锋去！我郭剑山爱咋地咋地，要你管！爹爹，今天温温白捡一个徒弟，以后你想炼制立线，去气风，报温温的名。温温可还记得本尊叮嘱的话？爹爹，郭爷爷不是坏人。只见一次，你又怎知他人不是坏人？我是不是说话太重了？爹爹，温温很厉害的，你不用担心。本尊岂会担心你？不过怕你炸了问月宗，
以后切莫在外面练气煮饭，那温温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煮？找个空旷之地，不可在山峰附近。哦耶！谢谢爹爹。不过温温今天想去灵童峰找知悉姐姐，爹爹，你要不要和温温一起去？我们可以和云奶奶一起吃饭。你云奶奶不吃饭，那爹爹呢？我也不吃。那爹爹去干嘛？修炼。修炼就不用吃饭吗？那我不想修炼。不许反抗。那道力量到底是不是我的？为何会封印温温的元神？爹爹，你不要看温温啦，温温超级厉害。你？我知道，我身上有封印，封印了我很多力量。就算有封印，我也超厉害的，全世界最厉害。很多？封印了很多，实力还这么强悍？温温现在不能用神识，神识是温温的眼睛，眼睛看不见了，温温就不能用神识了。自化神以来，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很菜。爹爹，温温今天晚上会回家陪爹爹的。温温一个孩子待在冰里峰，会不会太孤单？知悉姐姐，以后你要去气峰找人练气，报温温名字，气峰峰主，我徒弟。看吧，连3岁小孩都接不住，灵法峰的人简直就是笑话。我连一个3岁小孩都接不住。不许去说我胖。长得胖还不许人说了。你不也长得娘里娘气？看你把小奶团教坏，自己长得像竹竿。没有，知悉姐姐才没有教坏我。你走开，我有话要和知悉姐姐说。我就不走。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吗？我们女孩子之间的事，你也要听。就他，一个3岁奶娃。全知悉，你好样的！才来我灵图峰第1天就什么？江青要你过来。知悉姐姐最好啦，温温以后保护你，不让别人欺负你。我又没说错，他本来就接不住。住口！知悉身子孱弱，你不体谅也就罢了，还出言嘲讽，成何体统？我知道错了，云奶奶。去吧，以后不可再这般无礼，多向知悉和温温学学。是，云奶奶。哼，他就是活该，谁让他说姐姐坏话？好啦，温温，他已经认错了，我们不说他了。有温温陪着他，或许他能少些孤单。知悉姐姐，我们吃灵果呀，温温给你留了最大的。谢谢温温，温温也吃。温温是想吃我做的饭吗？真的很抱歉，我不是呀，知悉姐姐，温温是想和你一起吃饭，姐姐不用抱歉。谢谢你，温温。温温，9条金色丹纹，9品极品丹药。温温，我一个废人，给我这么贵重的丹药，岂不是浪费？知悉姐姐，你很快就能修炼。温温希望我的知悉姐姐成为人群最耀眼的人，一袭高贵紫衣，手握轻笔，会万物，身骑神兽，通5系术法。
我还想知悉姐姐做好多好吃的给温温。以后一定给温温做很多好吃的，给温温做一辈子好吃的。哦耶！知悉姐姐，以后温温就是你妹妹啦。妹妹希望姐姐可以永远不要哭，变成最厉害的人。知悉姐姐，知悉姐姐，温温带你去揍欺负你的人。温温，我就是太感动了，不用。温温，知悉姐姐，这里有全解雨寒灵脉，你在这里炼化丹药恢复丹田最好，说不定还能提升实力。主人，下手轻点，他没有你爹爹坚实，别敲死了，敲死你要背上他人因果。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儿。知悉姐姐，不用怕，有温温在。要是被发现，才不会，才不会，我超级厉害，渡劫都打不过我，大坏蛋才化身。是温温带我来这里的吗？当然是我，我可厉害啦！8岁测灵根时，他看废物一样的眼神，阿娘给我的灵石丹药被他夺走，丹田破碎后，连一点点灵石都没有了。知悉姐姐，你为什么要放了大坏蛋？温温，你有笔墨吗？最好是那种永远不能消除的墨水。没有笔墨，我有石头。知悉姐姐，这个石头可以画画，黑色的。这不是万年墨石石吗？用来制作灵墨，写出来的字能保持万年不朽。谢谢温温。8岁开始修炼，哪怕资源不如玄明月，我知道自己起步晚，很努力，哪怕天赋低，也抓住每1分1秒时间修炼。2年时间，也修到炼气4层，丹田恢复后，我的修为也恢复，加上药力和灵脉中磅礴的灵气，我定还能晋级。温温好像很喜欢吃东西，每天都在一个吃不饱的状态。我一定能成为温温说的最厉害的人，然后给温温做一辈子好吃的，投喂温温。4年前，玄明月推我下水，没有人来救我这个毫无灵力之人，倒是都跑去救他。如果不是我会游泳，恐怕在那时便会被淹死。等不到温温来救我的那一天，现在想想，一切不过是他为了向我道宣誓。很快就会超过玄明月，到时候我的知悉姐姐一定打败他，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星星。这世界没有哪一颗星星能及得上温温妹妹的眼睛明亮璀璨。温温，你就是我生命中那颗最亮的星星。温温很开心能当知悉姐姐的星星。温温，我们回家吧。温温，你要带他去哪儿？知悉姐姐，你知道问月宗大门口在哪儿吗？我要把它挂在大门口。来这里是系统哥哥带他来的，奖励他救助了知悉姐姐，要不然他哪里认识路？他又没来过，一个瞬移自己都不知道移到哪里去，去过的地方都需要系统哥哥带路。很远的，怕路上遇到其他人。哪个方向？温温要去。即将子时，岳温温还未归家，莫不是冰里峰待不住，诓骗我？这丫头竟真的彻夜未归。他有种他经常用大麻稗装东西挂起来的感觉。知悉姐姐，你不用担心我，我很厉害的。以前我在不渡山上经常绑妖兽，将妖兽们塞进大网中，吊在树上，然后我摘他们守护的灵果，坐在树干上，一边和妖兽叔叔阿姨聊天，一边吃灵果。传闻不渡山是神山，里面生活着归灵界早已经绝迹的灵兽。听说那里还有神兽在世，还一定是上古神兽。爹爹，我回来啦！温温回家啦！我今天下午又干了一件大事。他怎么忘记这是陈颖剑尊的地盘？他方才应该下山回去。爹爹，我揍了那个大坏蛋，
将它捆在麻袋里，吊到大门口。我们明个早上去看吗？玄阵。不过昨日初见玄阵，冒险出手，皆是为了护我。炼气7层。是的，陈颖剑尊。爹爹，是我干的。我帮知悉姐姐恢复了丹田，还带知悉姐姐去吸大坏蛋的灵脉。爹爹，大坏蛋倒霉，你是不是特别开心？不可调皮，不可被发现。爹爹，今天太晚，温温想和知悉姐姐一起睡。知悉姐姐是银武灵体，可厉害了。等到筑基她的根和灵体就会显示出来，超厉害。银灵根比变异丹灵根还稀少，筑基方显，古今罕见。这般资质形同无灵根，筑基无望，也难怪玄生岩狠心舍弃亲女，这般偏心冷漠，与我当年的父亲如出一辙。弃如臂力的女儿，竟是绝世武灵体天才。袁知悉，你可愿意拜本尊为师？若是修剑，本尊会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但作为本尊的徒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轻言放弃，不可心生恶念，滋生贪欲，不可恃强欺弱，要一心向道。纠剑吗？前路再苦再难，我也一定可以坚持下去。我玄知悉愿拜陈颖剑尊为师，一心向剑，刻苦修行，立志成为如师尊一般的强者。此生永不言弃，护己爱人，守护苍生，斩尽邪祟，做一名顶天立地、一往无前的剑修。好，明日我便通传宗门，10日之后举办收徒大典，昭告全宗。弟子谢师尊厚爱，定牢记教诲，坚守道心，绝不辜负师尊期许。此书乃我在一个古秘境所得，最适合武灵根，里面包含心法和剑法，可修至大成。从明日开始，你必须在太阳未升起前1个时辰挥剑1000下，太阳升起时吐纳灵气，每日挥剑不得少于1万下，夯实基础。弟子谨记师尊吩咐。太棒了！以后知悉姐姐就是冰立风的人了，有我罩着。我能重获新生，拜入剑尊门下，全都多亏温温，他便是我的福星。你身具武灵根，修行特殊，冰立风群山任由你挑选，择一处山头自行开辟洞府即可。姐姐今晚和我睡，明天我帮姐姐挖山洞造洞府，我超会挖洞的。这小东西，平日里都在学些什么古怪本事？谢谢爹爹，爹爹最好啦，这个小窝软软的，温温最喜欢啦。夜深该歇息，明日安分修行，不可肆意胡闹。若是无趣，可前往宗门藏书阁静心看书。爹爹晚安。姐姐怎么醒了？是不是没有剑练剑？我帮你削一把木剑好不好？先凑合用木剑，等天亮我去找大徒弟，帮姐姐锻造一把好剑。天赋出众，心性坚韧沉稳，假以时日，必成一方强者。灵果消耗极快，这孩子竟以灵石积攒灵力，修行方式格外古怪。主人，听我的，你将果核种在空间，这样你就能有吃不完的灵果。可是要好久好久才会长，我的空间流速和外面一样，我没有掌控时间法则，改变不了时间流速。主人，那也比你吞了好，咱们可以去外面买灵果，多种点就会有吃不完的灵果。小系统自从看到月温温荒芜一片，只有各种灵脉、石矿和树根的超大生命空间后，差点没被气死。那些树根好多都是高品质的灵树，甚至还有仙树。月温温不仅啃它们的果，还啃它们的身子，以至于那些树和草一株株连芽都不发。系统哥哥，你说的好有道理。这里不是不渡山，这里可以用灵石买东西。孺子可教也。你们说小主人是不是改姓？要不我们努力发个芽？不可能，他一定是引诱我们出去。上次我才发出一片小豆芽，被他发现，将我的根挖出来啃，还好根扎得深，留下了一截。对，我们不能长，那些果核都是低阶灵果，连灵智都没有，让他们长去吧，还不如积攒力量在体内。这不是灵法峰大长老吗？不行，得赶紧去通知宗主。哦，竟有这种事，快带我去看看。玄阵被挂了一夜，竟还没醒吗？你们看玄长老也太狼狈了吧！谁这么大胆，竟然敢把化神长老挂在大门上？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玄长老是得罪什么厉害的人，竟然能将一个化神挂在宗门大门上？我们宗门的长老还浑然不知。这事是师尊干的，他以后一定不能得罪师尊。妈呀，吊打化神！玄长老，你打算在上面吊到什么时候？你这一直吊着，也影响我们宗门的形象。是我不想下来吗？那就2个普通的铁环啊，怎么会挣脱不开？陈颖，你老实说，
这事是不是你家温干的？我记得玄辰影和我说起过，岳文文能一掌拍死他，说不定玄辰影自己就被打过。要不然岳文文看上去一点灵力都没有，谁知道他那么厉害？你倒不如问玄振，还挺维护小奶团。今天早上醒来浑身骨头碎裂，要不是他身上带了丹药，现在哪能平安在这里挂着？哼，真不愧是我女儿的杰作。玄长老，大早上的你怎将自己挂在大门上，还在自己脸上画符？可是，在先祖留下的字迹中有所参悟？参悟个鬼！要是让我知道是谁做的，我必定弄死他！简直有损宗门颜面！这东西恐怕只有同样领悟到法则剑意的玄辰影能斩断。晦气玩意儿！众人忍不住一笑。昨日玄振好像骂过岳文文。玄长老挂得很好，下次别挂在宗门口，你挂在灵法峰，本公主不会多说你半个字。都散了，散了。宗主，我欲收玄之息为关门弟子，10日后举办收徒大典，劳烦你准备一下。众人都皆知宗主最近在催促陈颖剑尊收徒，陈颖剑尊原因为收徒一直在推脱，如今化神再不收徒，恐怕对不起宗门的栽培。宗门一众天之骄子，谁不想成为陈颖剑尊的徒弟？尤其是剑锋一些还未拜师的弟子。宗主，陈颖剑尊一定是说错名字，您能不能去问清楚？玄之息他不能修炼啊！难道是我这段时间催陈颖收徒催得他心烦，于是干脆收一个丹田被毁的凡人，挂个名头，让他自生自灭？这哪行？这不是将那可怜孩子推向风口浪尖吗？玄之息丹田破碎，乃一介凡人，不能和玄辰颖一起住在冰立峰。冰立峰虽然灵力充沛，可他吸收不了，可那冰冻3尺的气温却能实实在在影响他，在那里普通人根本活不了几年。玄之息什么时候恢复丹田？修为还到了炼气7层，能恢复丹田的东西，这可是天大的机遇。陈颖，你真要收玄之息为徒？玄之息终归是武灵根，上限恐怕不高。你要不要考虑换一个，或者收2个也行？我宗门还是有不少天之骄子。眼瞎？我哪里眼瞎？除了身上那股不服输、坚韧的气质，我硬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本尊会为宗门培养一个绝世天骄。既然你这么说，那本宗主也不必多说。10日后的收徒大典，定会为你和你徒儿准备好。不久后，他后悔的肠子青了。要是早知道玄之息有如此高的天赋，他抢也要将徒弟抢过来。可恶！怎么会这样？玄之息竟然是被陈颖剑尊救走的，凭什么？他明明已经是废人，陈颖剑尊为何会收他为徒？前世玄之息在筑基后展露天赋，玄辰颖都没有收他为徒。我早说了，让你弄死他，将他的灵魂给我，我吞了能恢复一些实力。你非要说让他眼睁的看着你夺走他的一切。你必须帮我，我们2个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现在帮我去弄2个修的魂魄，越高级越好。吞了这2个，如果吞噬丹灵根修士，我能让你的灵根纯度增加。这不行，只能弄低阶修士。再不济你哥哥也行，金系丹灵根。3年前我吞了他一丝魂魄，现在正好恢复。我现在才筑基初期，如果失去玄家的庇护，没有玄家提供修炼资源，恐怕……他信任你，将他约出宗门，正好下手。我再想想。哼，随你。玄之息一个废物，陈颖剑尊怎么会收他为徒？知悉的丹田已废，根本无法修炼。莫非是玄辰颖想修复他和父亲的关系，主动退让？那收知悉为徒，不如收明月为徒。明月可是变异冰灵根的天才，最适合当剑修。主人，玄生岩回宗了。真的吗？太好了！爹爹，温温听说我还有一个伯伯，我还不认识他，不如爹爹带我温温去认一下。不需要。爹爹，你要是不去，那温温跟金子自己去。回来，不准去，爹爹的事自会自己说。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等。那我帮你打探他的行踪。知悉怎么突然被陈颖收为徒？这消息你们怎不告知本尊一声？爹，5天前，知悉将明月推入妖兽口中，想置明月于死地，还污蔑明月。我见他死性不改，也不知那孩子怎么突然和陈颖尊者搭上关系。陈颖尊者收他为徒，倒不如收明月为徒。爹，小慈说的没错，倒不如将明月送过去。知悉就一凡人，身子骨弱，他身上可没有特殊的灵骨。他明知知悉是我女儿，还收他为徒，说不定是想缓和我们之间的关系。爷爷，姐姐的丹田……是啊，爹，丹田被废，又怎么能修炼？更何况知悉就是武灵根，灵根根值聊上于武。
缓和？什么脑子？觉得玄尘影会缓和与你我之间的关系？昨日他还2次剑指本尊眉心，如若不是在宗门内，本尊观他是真想弑父。玄尘影天赋比祖父好太多，若是他能教导我剑法，我必定能超越前世。玄之息身上必定还有什么秘密，你明日带上些宝礼，去冰立峰将玄之息接回来。再怎么说，你们才是知悉的亲生父母。是。可还记得知悉灵根根值为几何？主人，玄生岩来冰至峰了。真的吗？太好了！生岩，陈影剑尊若真是想拿回眼睛，30年前化神恐怕便拿回了。陈影，我来接知悉回家。你这冰立风冷，西西一个无修为之人，恐怕受不了。那你们将我丢进寒洞中，我便受得了吗？知悉，你怎么和爹娘说话的？2日前，如果本尊去晚一步，而便等着给玄之息收尸。此事若是不信，可问灵童峰素灵道君。既然本尊徒弟已自行脱离灵法峰，便和尔等毫无瓜葛，以后便是本尊关门弟子，由本尊亲自教导。阿婆，你在天上也要过好，西西有真正的家人了。陈影，我们毕竟才是知悉亲生父母，那又如何？玄之息是本尊唯一的徒弟，他受欺负，难道我这个做师尊的不应该为他讨回公道？陈影剑尊，小女遇害妹妹置于死地，她现在还是我灵法峰的人，处罚。你说的对，遇害其于死地，确实该罚。本尊的眼睛，尔用了300余年，该还了。沈真人该不会想说，玄之息前不久将玄明月推入妖兽口中，就他那个瘦得像竹竿、手无缚鸡之力，还能推动一个筑基初期的修士。玄明月不是年仅15岁入基，入了问月宗天骄榜，这天骄实属过于菜。下次招师弟子，优秀弟子就应该入我丹峰，本峰主能教其炼丹，又能教其练剑，还能教其修灵法。小子，要不来我丹峰？醉师姑，你莫要坑我，去了你丹峰，那我就是小羊仔入狼群。知悉是明月姐姐，自然不会对她有所防备。沈真人既笃定自己的心，又眼瞎看不清真相，便请回吧。以后玄之息便是冰露峰的人，若灵法峰对他弃之如敝履，他在我冰露峰便是本尊唯一的徒。温温的姐姐，就算是犯错，也是由本尊来管教。还是说尔觉得杀人要偿命？那本尊是不是应该要玄震和玄生岩偿命？莫非沈真人不知，玄家人不仅拿了陈颖一双眼睛，还欠他一条命。往后我冰立峰灵法分，玄家人和狗不得入内。爹爹，不能欺负狗狗，狗狗很可爱，以前还带我回家。好。爹爹，等下我在门口立个牌子。温温3岁就会写这么多字，娘亲教的。温温娘亲一定是个厉害的人。温温娘亲一定是个厉害的人，那她叫什么？我们一个姓，说不定是一家人。一个姓就是一家人吗？我和爹爹就不是。整个归灵界，月姓是1万年前问月宗老祖传下来的。哦，温温娘亲叫月石书，超厉害，是个大美人。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娘亲叫什么？伯伯，我娘亲叫月石书，她回家了，说等爹爹能回家，温温才能回家。温温，你以后可不要喊我爷爷，你他妈是我小祖宗。温温，你昨日说的升天，你娘亲是飞升了吗？娘亲带温温住不渡山，有结界出不去。不对啊，老祖1万年前飞升，玄叔怎一直在归灵界？此事不可向其他人透露。宗主放心，我嘴巴可紧了。原来是仙人崽崽，我还以为是上古神兽。主人，他是在讨好你。温温，要不要来我的宗主峰？我不要，我要跟着爹爹。此事不得多说，温温会被盯上。那还用你提醒？我自然知道。便当此事未发生。给本尊滚！陈颖剑尊，本真君留下来帮你安好眼睛如何？收徒大典，你准备好了吗？到底是你收徒还是我收徒？是温温收姐姐。气死我了！完胜。陈颖，我帮你将眼睛弄好。爹爹很快就能看到温温了，谢谢美人姐姐。温温去一边玩。我们可以在这里搭院子，建厨房，像云奶奶家一样，还要炼丹室、炼器室、书房，我们各住一间。主人，你爹不会和你们住一起的。爹爹喜欢在山顶打坐。有个有钱有材料的师尊真好。大徒弟，我想在兵器峰建大院子，要有炼器室、炼丹室，还有菜地。小师尊放心，我马上带人去。剑山，你带弟子们去干嘛？回宗主，我小师尊让我帮他建宅子。温温要建宅子，只能让你气风一人出力，天财地宝包在本宗主身上。真要建洞天福地？难道宗主发现小师尊的天赋了？应州，
此话当真？当真，先祖令牌我亲眼所见。师兄闭关，此事由我2人决定。走，去看看。那我呢？我也要去。你实力差，被抓了我们保不住你。过来，吞下此丹，本座允你出秘境。这不是迷药吧？女人，等我能打过你，要将你按在脚底磨炭。等你化神便可恢复，现在随便你去哪儿，别出宗门即可。这排场拉满了，宗主这是疯了吧？要不是长得不像，我都以为宗主才是小师尊的爹。漂亮哥哥姐姐，你们想吃温温的果果吗？你们长得好看，我分一点给你们。哦，我懂了，你们就是宗门里那个包庇大坏蛋的杜姐。草，这力量大成都不为过，还能运用法则。小奶团，我们有话好好说。峰主，您哪里拜的师尊？弟子也想去，这战斗力太强悍了。小祖宗这么厉害，玄尘影是担心他祸害归灵界。别打了，小祖宗，我们有话好好说。知悉，快去喊你师尊。陈颖剑尊，你这女儿哪里找的？我也想找一个。温温自己找来的，你没这个福。温温，住手！怎么回事？温温掌控不好自己的力量。他们包庇欺负爹爹的大坏蛋，该打！玄震，爹爹就是他，我听到大家说他背后有渡劫大佬。爹爹，你的眼睛真好看。这是误会，本尊当年受玄震所救，许他不为天道的承诺，问月宗容不得作威所服。问月宗什么时候建立的？10000年。娘亲把我送到多少年前？其他爹爹会不会也很惨？不知2位前辈突临我冰立峰所为何事？陈颖天赋极高，若不是渐修，早成我弟子。我是你小祖宗，他是我爹爹。我们是来帮温温修房子的。太好了，我要大宅子。厨房也必须分开。温温煮饭炸山。爹爹，那是意外。感情冰立峰的山头都是温温煮饭炸的，他还以为是陈颖，只是煮饭炸锅，未免也太奇怪了吧？令州说给温温打造小洞天，本座身上有地涌金莲，精细至宝。竟然连化神前辈都来了，这排场也太大了。本座有一枚火灵珠，温温自己有，好多石头。小祖宗，别再掏了，灵珠跑了不好抓。敢逃，拍死！岳温温，爹爹，我不是故意的，我也没想到小灵珠这么不坚实，它们都在我空间神脉和灵脉交汇处。主人，那是带神性的灵珠，万年可能蜕变成神珠。拍了就拍了。将冰至峰周围划给你，布置5行阵法，打造5处地宫，冰雪之地做水灵宫。自然是好，阵法本尊会布置，不过所有灵材我家温温没有。陈颖放心，灵材都由宗门出。爹爹，我出石头，各种各样的石头。我这只有1条5属性灵脉，小洞天需要5条不同属性的灵脉。我有，很多很多。温温太能画，得想办法赚钱养他。以前视金钱为粪土，现在不行了。温温，你先将灵脉收起来，不然……爹爹，小洞天要修多久？3个月时间，一定给你修好。我们宗门人多实力强。3个月啊？怎么这么久？3个月很短了，一般宗门打造小洞天要好几年。谢谢叔叔伯伯，修好后温温给你们灵石。温温的灵石留着自己用，别喊我伯伯，喊我名字就好。我叫岳炼州，这是银锦和归云，我们都是问月宗弟子。你们是娘亲的徒子徒孙，以后温温罩着你们。好，以小祖宗你的战斗力，必定能带领问月宗重现辉煌。下一次必定不会是万年老三。好。宗主，温温恐怕不能参加大比。小师尊煮饭炸锅，炼气炸炼气士，恐怕炼丹也会。剑法的话，我什么都不会，只会暴力。娘亲还不准我打人。温温跟爹爹学剑法，一步步控制力量。好，爹爹使剑超帅。到底是谁？就伤你这次，等明月为你报仇。玄尘影，本峰主算是明白了，他大动干戈收知悉为徒，不过是等本峰主上钩，好借机取本峰主双眼，真是好计谋。怎么会这样？他前世只活了100多年，死前玄生岩的眼睛都还好好的，那时玄之息已经结营，玄尘影刚刚晋级到渡劫。
玄尘影，他竟然敢！就玄之息那身板能推动一个筑基初期，莫不是你们灵法峰的筑基是纸糊的？在毫无防备下，明月本能的躲过了夹带强劲灵气的碎片。爹，您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知悉还在他的冰露峰，陈颖不放任。知悉不过一介凡人，怎能在那苦寒之地久住？娘，陈颖剑尊的女儿为什么姓岳？她莫不是……要真不是玄尘影的种，他会咽下这口气？那小孩护着他可是紧得很。难道他也带着记忆回来？明日去冰立峰看看。几十米掉下来都没醒，身体素质也太好了，不愧是能追着渡劫大佬打的暴力怪啊！还真特么能睡。好香好香，一定是知悉姐姐给温温做饭啦！我已辟谷，温温吃，吃饱后不可缠着玄之息，他每天必须要修炼。爹爹放心，我会督促知悉姐修炼的。比娘亲的炒灵笋好好吃，我从来没吃过这个。知悉姐姐，这个是什么？是雪香猪的肉。雪香猪是3阶灵兽，善于隐藏，速度极快，极难捕捉，肉质鲜嫩，带着特殊香气，肉里的灵气易吸收。这一桌子菜都是师尊带回来的雪香猪做的。猪还可以吃？温温不急，一头猪姐姐吃一点点就够了，剩下的都是你的。各种妖兽都能做成灵石，高阶妖兽做的灵石更美，灵气更多。特殊灵石能和丹药媲美，更易炼化，杂质更少。不过丹药更方便携带，修士金丹便能辟谷，大多不注重空腹之欲，丹师比灵厨更受欢迎。丹药不好吃，温温不吃丹药，我要吃灵石，吃好多好多灵石。好，以后姐姐有空便给温温做。知悉姐姐炖的骨头汤我也没喝过，鲜甜可口，好好吃，我下次还要喝。温温以前都吃过什么？好吃，好吃。娘亲果然没骗她，她第一次吃到这么多这么好吃的东西，简直幸福死了。我以前吃过娘亲的煮蛋、炒灵笋、炒树叶、炒灵果、炒花朵，还有炒嫩树枝，没有知悉姐姐做的好吃。要不是前面的炒鸡蛋、喊花或灵笋，我都要以温温娘亲将温温当猪喂。原来温温3岁前比我还凄惨，我3岁前至少还能吃上阿婆做的饭。知悉姐姐，你怎么了？没事，温温以前只吃过那些吗？还有呀，炒灵石。炒灵石？特妈，这是人吃的吗？知悉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激动？难道你也想吃炒灵石吗？知悉姐姐的厨艺比娘亲好，一定比娘亲炒的好吃。温温，除了神兽，其他种族是不能直接生啃灵石的。我牙口不好，啃不动灵石。灵石在人族都是用来修炼或者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温温切记，不可在外人面前生啃灵石。原来知悉姐姐也不能啃灵石，云奶奶也不能。温温，我吃饱了，去练剑。你要是吃不完，可以放在一边，等下知悉姐姐晚上回来收拾。吃得完，吃得完。知悉姐姐放心，我1岁就会刷锅和碗。娘亲以前做饭都是我刷的，怕自己忍不住打扰知悉姐姐练剑，便想着去灵童峰找云奶奶和清墨哥哥玩。冰立峰狗狗能入，灵法峰玄家人不得入。江师兄，冰立峰天寒地冻，明月不过是带些薄礼来看望看望姐姐。明月妹妹，小寒冻刺骨严寒，姐姐本就身子虚弱，就剩最后一口气，怎不见妹妹来救姐姐？清扬哥哥，你好会哦。请你将刚刚的话忘记，他作为哥哥的脸啊。只一眼便知她身上那套裙子不仅是高阶法袍，制作之人必定手艺精湛。这种价值的衣服，就连她母亲都没有。她倒是在丹峰峰主身上见过。你确定那是神器？你在质疑我？那个小丫头呢？她不清楚。主人，这个女人就是玄明月，玄之息的养妹。主人，我感觉这个女人有古怪，可是又不知道哪里古怪。她也觉得这女人怪怪的，怪丑的。温温对灵法峰明月姐姐早有耳闻，因为明月姐姐是天之娇女，不过及笄便已筑基，此等天赋，为何眼下之？我们现在就下山宣传，他们灵法峰玄明月是纸糊的筑基，连个凡人都打不过，来我们冰立峰碰瓷，自己撞在石碑上，身受重伤。这就去败坏玄明月名声。温温，我们这不叫败坏名声，叫先发制人。我们可没做什么，是玄明月目的不纯。你是不知道，你知悉姐姐在宗门的名声臭轰天。
他这些天和玄之息相处，和传闻完全不符。他实在不明白，那么武力坚韧，到底是怎么传出好吃懒做的名声？不仅好吃懒做他没看到，妒忌成性他也没看到。温温听清阳哥哥的。宗门广场可不会有这么小的孩子来。如果宗门弟子有孩子，自己却意外去世，孩子会统一放在育儿峰抚养。这不是江师弟吗？3年不见，你竟会从炼气巅峰直接晋级到筑基中期，真不愧是丹灵根，可喜可贺。温温，这是执法峰峰主的大弟子楚丽景，筑基巅峰。清阳哥哥，温温要吃那个冒热气的。那是烤灵兽肉，很贵的，一串1阶的烤灵兽肉就要3块下品灵石，我们可以回家自己做。我知悉姐姐需要很多时间练剑，我不能每天打扰她。山下真好玩，我喜欢，我可以每天下山。江清阳，你还是一毛不拔，小奶娃想吃，哥哥请你。我不用，温温有钱。温温，我们不能忘记正事。谁家的小奶娃这么可爱？爹爹家的。姐姐你真漂亮，像盛开的水仙花。小嘴真甜。奶团，你爹爹是哪峰修士？冰厉风剑尊玄辰影，我爹爹超好看。原来小奶团就是岳温温，辰影剑尊的女儿，好可爱。虽然辰影剑尊有女儿，我心死了，可是这女儿好可爱，我也想要一个。温温，你是在刻什么？我要不要？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们明月师妹？你这样吼孩子干嘛？温温才3岁，他刻了这么久，这可是他的劳动成果。就是，而且温温法说也没错，整个温月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玄之息就是一废人，丹田被毁，毫无灵力，听说瘦的还像竹竿一样，他都能推得动玄明月，玄明月那个筑基不就是纸糊的吗？就是，那还不是因为……没有，温温没说谎。这还不是碰瓷是什么？温温不过扔他一个小雪球，他就倒飞出去吐血，演得可真像。才3岁，砸个雪球能有多大力气？漂亮姐姐们，帅气哥哥们，谢谢你们帮温温说话。今天温温请大家吃好吃的。第一次看到极品灵石，温温好有钱。我听说宗主要给岳温温打造小洞天，辰影剑尊收丹田被毁废灵根的玄之息为徒，也没收变异冰灵根的玄明月为徒。该不会是他内心不平衡，所以要诬陷辰影剑尊的女儿？他就知道江前要出现的地方准没好事，只要不打起来就好。身为执法峰的弟子，他有责任维护宗门秩序。事情突然就发展了，他现在只庆幸宗主将岳温温能暴打渡劫的事压了下来。除了昨日那些人，无人在知，而那些人也不会多说。岳温温的一个小雪球，如果他没控制力量，砸死筑基很简单。他身上为何看不到一点灵气波动？只有上次打2回渡劫，我才在他身上感受到强大灵气。我要去后山蹲一只小狗。爷爷闭关，哥哥自从3年前闭关冲击金丹，到现在还未出关。爹爹和娘亲不在宗门，怕是躲着辰影剑尊，连2位渡劫老祖，还有4位化身尊者全部出动。冰露峰如今在问月宗如日中天，根本惹不起。9大主峰之首的宗主峰都没有小洞天，就连元婴晋级化神也只能得到宗门发下的一条灵脉。那洞天要是修好，谁不想去冰之峰？渡劫大能才可进入宗门先祖留下的洞天福地闭关。听说那先祖留下的洞天是一个灵气充沛、天才地宝众多的秘境。那个岳温温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宗主竟然对他这么好。那小雪球为何威力如此大？那个岳温温不简单，随手一丢的雪球竟然蕴含法则之力。如果他全胜，倒是不用这么怕的。可现在这个祭主太无用，若是能让那小丫头成为他的祭主，那这归灵血岂不是都能成为他的养料？助他重回巅峰。能让吞玉说不简单得有多厉害？毕竟这家伙说话的语气可是渡劫都不放在眼里。老大，这狗长真的丑，毛发打结，颜色奇奇怪怪。他堂堂麒麟，竟然被一群灵狗欺负。那个死女人到底给他喂了什么丹药？除了2阶妖兽的灵力，他特么连神兽威压都放不出来。真是个人美心善的小姑娘。她就是你说的神兽麒麟？难道你看不出来？确实是5行麒麟幼崽，倒不如让我吞掉这只麒麟幼崽，我能让你快速晋级金丹。不行，我要将它当契约兽。蠢货，你以为以你能压制麒麟，到时候反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小麒麟被狗欺负，正好被我所救，难道不应该感恩戴德吗？该死的小屁孩，竟然敢提堂堂麒麟神兽！这个小奶娃不仅懂兽语，还知道他是麒麟，知道他是麒麟还打，简直胆大包天！他要诅咒小屁孩被雷击！你怎么这么菜？不仅被狗狗欺负，这么点的雷电都把你劈晕了。他还没吃过烤麒麟，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温温，你大老远跑到灵法峰后山就是为了找这只狗？他是5行麒麟，不知道为什么要伪装成潦草小狗？难道因为他觉得狗狗更可爱？我觉得就是他伪装的小狗狗长得过于潦草。这只狗是5行麒麟，可是上古瑞兽，还是只幼崽，现在毫无战斗力，不像岳文文这只小幼崽战斗力爆表。该死的，他竟然心动了！青暗哥哥，你的气运压不住5行麒麟，强行契约会死在半路。他这么倒霉吗？我就想想，有些东西想要得有命拿。大部分修士其实对自己的机缘是有一定感应的，可以称之为直觉。修为越高的修士，这种感觉越强越准。那些化神渡劫大成、铤而走险，大都是知道无法再进一步。温温，不能在外说这是小麒麟，
他隐藏的这么好，肯定是为了不给温月宗添麻烦。清亮哥哥说的对，我再给他加一点。也就你敢这么想，化神修士若是听见，怕是要哭笑不得。等着，等本神兽恢复实力，必定加倍报复。除了你，估计全天下人都不敢。小麒麟要是知道岳温温帮他干了一件大好事，一定得呕死。温温，你这宅子灵气真浓郁，等以后洞天福地修好，灵气恐怕比宗主峰宗主住的地方还要浓郁。那当然，这可是我要住的，虽然没有不渡山灵气浓郁。那我以后能经常到你这里蹭灵气吗？青外哥哥，你把狗狗烧焦的毛毛剪掉，我就允许你来蹭灵气，要不然等知悉姐姐回来，看到这么丑的狗会辣眼睛。真惨。你没救了，没救！温，我对不起你，要辣你知悉姐姐的眼睛。大胆，竟敢伤麒麟大人！小麒麟，你自己有多菜，心里没个数吗？被低阶灵狗欺负成这样，还差点被人捡走。完了完了，堂堂神兽幼崽又被拿捏了，外面太危险了。你既然已经伪装成狗，那就好好当狗，不然一被发现，死路一条。你死了没事，但连累我问月宗不行。他得和温温说说，这小麒麟可不是自己想伪装的，恐怕是宗门有老祖，怕有人认出他，出手将小麒麟弄成小狗模样。得让温温再给他加一层，不能让他说自己是神兽，是麒麟。实在不行，让温温将小麒麟吞了也行。天命柱啊，这么快就找到天命搭档，五灵之体配五行麒麟，绝配！待在小搭档身边，我成长的速度一定会加快，很快就能恢复真正的麒麟威风。你是温温带回来的小宠吗？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知悉姐姐，我今天下山去了广场，吃了好多没吃过的好东西，还给你带了。温温妹妹有多爱吃，她是知道的，一头猪都能很快解决，还不会吃撑。我吃一个鸡腿就够了，其他的温温自己吃。不行，你太瘦，要多吃点。这个灵枣糕好吃，卖糕点的姐姐说这个补身体，都给知悉姐姐吃。她很喜欢吃红枣糕，以前阿婆还在的时候，每年都会给她做红枣糕。每次阿弟阿娘和哥哥出门，她都想要他们给她带红枣糕。玄明月一句红枣糕太腻，原本喜欢吃红枣糕的阿娘再也没有买过红枣糕回家。温温，你怎么买这么多？吃不完会浪费的。漂亮姐姐卖的灵枣糕好吃又不贵，她说她卖了一天也卖不出去几盒，我全部包卵。温温，你买这些花了多少零食？不多不多，就1枚零食。那个漂亮姐姐还想找我钱，我一听这么多糕点1枚零食，她还要给我钱，那她多亏。温温用的是极品零食吗？卖糕点的姑娘是个好的，妹妹是个傻的。这种灵枣糕是2品灵枣做出来的，品质好，可1盒30块下品零食就能买到，这里有32盒，也就是说1000块下品零食就能全包，1块极品零食能换100万个下品零食。温温亏死了，姐姐知道温温很有钱，可是等温温娘亲给温温留下的零食花完了，怎么办？去挖呀！难道你们没石头的时候不是去挖的吗？知悉姐姐，你要是缺零食，我带你去挖，不带清亮哥哥。温温要去哪里挖？问月宗地下到处全都是，随便找座山都能挖。不可，宗门里的灵石和灵脉都是不能动的，有主的灵脉也不能动，那是别人的。还有灵石掩埋在地土深处，很难开采。温温如果没有其他品质的灵石，可以去店铺找开。下次下山姐姐带你去，下次不能随便拿极品灵石。原来是这样吗？他的小徒孙们确实比较弱，最强的才渡劫还在闭关，实力不强，确实挖石头困难，难怪一个个的都这么穷。那么多灵糟，1块极品零食买下还要给他找钱，还有他吃的烧烤、烤鸡、果汁，好几个小摊就花了几块石头。你是不是也是神兽？青妙哥哥还让他给小狗多加几层禁锢。我才不是神兽，我是神。像你这种小神兽这么菜，我有你这么菜吗？我一出生就很厉害的，你长大也打不过我。你骗人！你身上一点灵力变动都没有。知悉姐姐吃的真少。难道是她的糕点和食物不合知悉姐姐胃口？一定是的，没有知悉姐姐做的菜好吃。娘亲果然没有骗她，知悉姐姐做饭超好吃。也不知道为啥，她严格按照食谱上的步骤来，无论煮粥还是煮米，煮出来的都是一个味道的米花。煮肉和菜会煮成不明物体，味道比娘亲炼的丹还难吃，不仅难吃还炸锅。主人，你放弃成为食神了吗？
恐怕教他煮饭的林厨风的老师傅都没有遇到像温温这种诡异天赋的人。要说他没做菜天赋，他煮的米能煮出米花，米花味道香脆，甚至灵气充沛，可以说算得上极品零食。要说他有天赋，他不仅煮饭、炸锅、炸厨房，手把手教，炒出的菜永远是黑团团。温温，等下次我们试试简单的，煮面条。上次炒菜，要不是爹爹及时发现，知悉姐姐就被他炸死了。知悉姐姐，温温想吃遍天下美食的梦族要破灭了。温温不是想成为厨神吗？可是文文太笨了，怎么做都做不好，还会炸锅，根本成不了厨神。温温，只要有零食，就能吃遍天下山珍海味。温温以后想吃，尽管将食材拿来，知悉姐姐帮你做。等姐姐筑基，带你去山下的酒楼吃大餐。有零食就可以吃很多好吃的吗？你看温温今天拿了几块零食，就买了很多喜欢吃的。对哦，爹爹上次抓回来的猪，我吃的可开心了。知悉姐姐，以后我也要去外面搞猪回来。都交给我。这个也给知悉姐姐，上面的不适合我，我这么厉害，这么特别，一定是别人的方法不适合我。知悉姐姐，这是我给你拎回来的五彩斑斓麒麟，以后它就是你的小伙伴，它要是不听话，我帮你打它。温温的话听似童言童语，可基本都是真的。莫非麒麟小时候长得像狗？肯定是这样，哪里有毛色五彩斑斓的小狗？养大了可以当温温坐骑。等他长大不得几百千上万年，我自己都长大了，还要他又菜口气又大，我还不如去抓一只会飞的，一巴掌拍死，长得还丑。我要去找青龙爹爹，骑在爹爹身上遨游世界。哼，青龙早就陨落。才没有，他可是我爹爹，他陨落我哪里来的？青龙是兽，可也是神，天生的神。麒麟只能算瑞兽。温温，你不是娘亲是先祖，爹爹是我师尊吗？娘亲说我和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只有一个爹爹一个娘亲，我有6个爹爹一个娘亲。是他落后了吗？娘亲和爹爹不像知悉姐姐的爹娘一样是道侣，我现在的任务是找到爹爹们。娘亲叮嘱了我好多遍的关于他身世问题。温温大概率不是自然出生，传闻修真界有种至宝，可以用精血培育出孩子。温温，你要不要和师尊说一说？要是爹爹生我气怎么办？他天天在爹爹耳边说他是他最爱的爹爹，要是爹爹知道他还有5个爹爹，那咋整？那我们还是先不说。切，不说你怎么找？我还想见识一下青龙大人。我肯定能找到的，天道爹爹会帮我。主人要不要和我说说你爹爹是谁？玄爹爹找到了，还有明月爹爹、青龙爸爸、修君逆爹爹、鹤连觉爹爹、彤彤哥哥，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吗？好，这4个加上那位和月石书以及玄尘影，到底是怎么凑到一起孕育一个崽？除了玄尘影和月石书和那位碰到一起，其他两相遇到一起都想要对方命。玄尘影从未飞升前便想要明月修君逆的命，和鹤连觉的关系也很不好。他就说玄尘影和月石书2个都是心怀天下苍生、护生灵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动不动随便喜欢要人命的娃？感情问题出在这儿。明神明月未成神前，为报仇杀人如麻，以世界生灵之魂祭奠鬼神，差点颠覆了问月宗。后面的一个个和明月一样，都是走超级大反派路线，后期才回归正轨。可是明神回归正轨也是个炼魂人，魔神回归正轨还是杀人如麻的魔神。更离谱的是，守护世界的青龙神因为转生体的悲惨经历，他跑去当上了妖神，也和魔神一起搞事情。以主人的杀伤力，他要是走大反派路线，比那几个人还要恐怖。到时候就不是归灵界生灵涂炭，是整个归灵界会毁灭。那少女竟然是灵法峰传的沸沸扬扬的废物！她明明有炼气8重修为，不是说她丹田被废了吗？难道陈隐剑尊有修复丹田的办法？我好难过，陈隐剑尊不仅真的收玄之息为徒，还要昭告天下。陈隐剑尊那么厉害的人，玄之息那个废物，岂不是会败坏尊者名声？等着很快就宗门大变，到时候我定要让他好看。切，就算陈隐剑尊不收玄之息为徒，也不会收你。那也不能收一个废物。就是收玄之息，还不如收玄明月，而是变变最适合做剑修。还是说陈隐剑尊纯粹就是眼瞎，放着天赋异禀、美名远扬的玄明月不要，非收一个废物？谁以后要是说陈隐剑尊是瞎子剑尊，我跟他拼了！我怎么感觉陈隐剑尊戴上白绫更好看？戴上白绫只给人一种清冷感，不会给人清冷疏离冷漠感。得了吧，不管戴不戴都和你没关系。我听说陈隐剑尊的眼睛是他亲爹灵法峰大长老在他10岁那年挖的，挖给了他双胞胎哥哥。难怪陈隐剑尊和亲爹的关系势同陌路。这还不止，
还有陈颖剑尊18岁那年。楚离景，你干什么？怎么每次他搞事情都会遇到这人？是和他犯冲吗？想一巴掌扇死楚离景。本来他这个不起眼的装扮，现在变得起眼，那他还怎么偷偷搞事情？怎么每次反应都这么大？你离我远点儿！我起码距离你有半米，更何况我又不是女修，那也不行。每次出门都遇到你，你和我犯冲，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知悉姐姐，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这几天在外面的收获和一些高阶兽丹灵草之类的，他懒得去卖，干脆直接塞进储物戒送给徒弟。玄尘影有些头疼，他好像不仅有个女儿要养，还有个徒弟要养。多谢师尊，多谢温温妹妹。不用谢。陈颖可是第一次收徒，我作为宗主，自然也要表示表示。既然温温已经送了灵剑，那本宗主便送一袋灵石。宗主不是一向抠门吗？竟然会主动送礼。宗主和陈颖剑尊的关系这么好吗？当初他爷爷收徒的时候，月略州可没有主动送礼，还有气风和丹风封主一送便是高级货。爹爹，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一剑削平了我冰厉峰大半山峰，还差点将刚刚修好的地宫摧毁。今日大早上在山顶上打坐，山突然被一道强大力量劈成2半。我真的不知道山这么不坚实，我就是想和知悉姐姐一起练剑。知悉姐姐每次挥剑都使出吃奶的力气，我使不出。你要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他这冰露风别想要了。如果不是玄知悉早有准备，温温在使用力量时有自身封印限制，无法发挥出最大力量，要不然他刚收的徒弟恐怕就要一命呜呼。温温，你上次煮饭差点炸死了玄知悉，你这次……温温，一定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你知悉姐姐的全力一击还不到筑基。那我不和知悉姐姐挥剑，和爹爹一起挥剑。他怕不是嫌命长，本想着通过练剑来锻炼温温对自身力量的掌控，然后教他剑法，让他的灵力变得有章法。现在看来倒是他异想天开，他他妈教不了。小丫头一旦使用灵力，一剑挥出去夹杂着强大的法则之力，他这个领悟剑道法则的化神修士自愧不如。他想了几宿，还是未想明白，为什么他女儿会自带强悍法则之力。怎么一晚不见，冰入峰绵延数里的山峰全部被削得平平正正？温温，以后在未掌控自己力量之前，无需练剑。爹爹，那我学什么？煮饭会烧死知悉姐姐，练起徒弟又不准。我去丹峰找最美人，她说她的丹峰好多灵果，我可以跟着她学炼丹。我身体向来好，不可能生病。莫不是小奶团在想我？女儿练什么都容易炸炉，炼丹恐怕也会闹出不小的动静，太过危险。温温，玄叔，不如让温温学画符，正好我会，可以教她。比起炼丹、煮饭、炼器，画符应该安全很多。唯一担心的是普通符纸根本承受不住温温的恐怖力量。试试无妨，总归要找个办法控制力量。我师尊的异火控制的不错，有娘亲的压制，我在娘亲的时间阵法里控了上百年，连渡劫老祖的阵法压制都困不住岳温温的力量，这世间恐怕无人能帮他控制，只能靠他自己慢慢摸索。那还是画符吧，画符好，画符需要对灵力的掌控达到一定程度，还会炸炉。我还没画过符，也没有看别人画过。本来是想将那根竹棍子做一支符笔送给知悉姐姐，现在知悉姐姐改学炼剑，还要学做灵石，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画符。我教你，正好借着教他画符的机会，将新的情报和温温说一说。青兰哥哥一定有事和他说。先试试，本尊看着。爹爹不用担心，我学东西很快的。我怕你将江清香炸死。爹爹怎么能这样想我？青阳哥哥，你写的是什么字？我一个都不认识。小龙仔压根儿没学过符文。秘境麒麟，小龙仔。爹爹，我有青龙血脉，我是小龙仔，我超厉害。温温，没文化要多看书，不要老想着去炸。我有文化，娘亲教我的字我都认识，明明是你在鬼画符，还怪我没文化。温温，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特殊文字，就像练气必须学各种符文，只有用那些特殊符文才能画出各种符箓。可是我上次练气没有刻画气文。温温，这棍子能不能送我？你上次带温温出去，是不是坑了温温灵石？这是温温的东西。你刚刚还说我没文化，才不给，还鬼画符骗我。哪有？这是不语符，我现在就展示给你看。我这不过是1阶符箓，要是高阶符箓不语符，能让整个温月宗下大雨。不同的符作用不同，喷火符可以喷火，瞬移符可以瞬移，速度符可以增加速度。手上要是有厉害的符，岂不是不需要自己动手，随便扔几张符就能打败坏人？青浪哥哥，你的笔不坚实。是你控制不好自己力量，力量过强，符纸承受不了，瞬间毁了。
你有没有好点的纸？没，我用的是最好的符纸，1块零食才3张，还有我的伏笔。月温温，你温温，乌木可以用来画6阶以上的符文，你用这个试试。我可只有这1块，1块乌木30块零食。温温，试试。你按照刚刚自记的方法画符，不用管江清样教的，想画什么符便画什么符。方才温温随手写的字，蕴含极强法则之力，绝非普通符文可比。哪个天杀的突然在宗门上空沐浴？老娘我刚刚炮制好的药材，我要田里娇贵的灵芝。温月宗气候由大型宗门阵法维系，此时绝无可能降下如此暴雨。究竟是谁画出了6阶以上的超强不雨符？莫非是有外人刻意前来整蛊宗门？全宗门唯有江清望爱犯不雨符，以他的修为，绝无可能画出如此高阶符箓。能拥有这般逆天本事的，唯有那位小祖宗。郭老头所言的9阶成长性灵气，定然也是出自他手。醉师妹怎么一脸怨气？宗主你很悬。玄叔，他刚刚还说温温没文化，你好像没见过世面。起初我尚且会震惊，后来见得多了，早已习惯。温温妹妹本就该这般天赋绝伦，逆天强大。温温不仅小嘴不饶人，还记仇，有仇喜欢当场报。第一次见面，前脚他甩掉他，后脚被他一锤差点打死。温温，你的符威力已到9阶，要学会控制自己力量。你便从9阶往低阶符化，等到能画出1阶力量的各种符箓，必定能完全掌控好自己力量。天理何在？世界千千万万修士，谁不是往高处走，从高往低修行？恐怕世间只有岳温温一人。我喜欢这样修行，既能锻炼掌控力量，还能画出厉害的符箓。以后多画一些给知悉姐姐和徒子徒孙们，他们实力太弱，出门没有法宝护身，很容易出事。青鸾哥哥，你来找我干嘛？大事大事！前几日我们不是带走了小狮子狗吗？昨日我潜伏入后山妖兽群，听说我们离开后，那些狗全部被玄冥月杀了，还吞噬了他们的魂魄。这玄冥月会不会是一个潜伏在宗门内的魔修？吞噬魂魄？玄冥月如果是魔修，他就在现场。宗门那么多大佬的眼皮子底下，他才筑基。温温一眼就能看出小狮子狗是神兽麒麟。若是玄冥月真有古怪，不可能隐藏得如此天衣无。主人，明月差点灭了整个问月宗，甚至以万千生灵祭奠鬼神。后来要不是玄之息和玄辰影阻止，鬼神真的会成功复活。那场斗争死伤无数。爹爹为什么要毁问月宗？鬼族内斗，其父鬼帝被杀，他身为上任鬼帝之子，却是半精灵半鬼血脉。鬼帝在时，鬼族皇室早容不下他，更何况鬼帝已死。逃亡途中被玄冥朗所救，玄冥朗看中的却是他的精灵珠。为了精灵珠取得明月信任，明月差点死在问月宗人手中。用法宝逃出问月宗，卷土重来。他在问月宗待过，摸清了问月宗阵法。他本身又是个阵法天才，在问月宗地底布置上古献祭大阵，整个问月宗死伤无数，存活下来的没多少人。天道爹爹不管吗？主人，这是种族斗争，鬼族修炼是吸收鬼气，也可以吞噬魂魄，吞得越多，实力越强。就好比人族也会大范围猎杀妖兽，获取资源，甚至采摘灵植。如果都要管的话，天道也需要按规则办事，只要不造成世界动荡，哪怕人族灭亡，也不过是物竞天择。人族并不是从天地之初便诞生的种族，可天道却赋予了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不能在众族中立足，那真的是人族的命。我不要问月宗覆灭，我会保护我和爹爹的家，也会保护好明月爹爹。系统哥哥，那我们今晚去找玄冥月？去，你不能乱来，万一他身上有个什么厉害的东西，我怕你出事。我才不会出事，再厉害的宝物也比不上我身上的7道封印。知悉姐姐，我们今晚去看看玄冥月。温温，带上我，我想去。江清瑶，原来你是这样爱凑热闹的人。还有我，你要去干什么？带上我。去看上次想将你拎走的心机女，你不是觉得她人美心善吗？还骂温温。小姑娘不仅救我，还给我丹药，不就是人美心善吗？我看那狗就是她喊过来的，她杀了10几只灵狗，会是个人美心善的？你是不是告诉她你是小麒麟？她信了，想将你抓过去契约？没有，我之前没见过她。我知道玄冥月是重生之人，是他抢了原本属于知悉姐姐的东西。本来知悉姐姐应该在3岁时被带回问月宗，15岁筑基，鹦鹉灵体天赋展示，成为问月宗天赋最好的天骄，大杀四方。温温真是个活宝。重生原来是这样，那他岂不是知道很多事情？我们要不要去问问？菜鸡重生回来还是菜鸡，有啥好问的？以前我家里养的菜鸡只能给我下蛋吃。好有道理，可他和玄冥月是同一个境界，甚至玄之息现在还没到玄冥月那个境界，不过应该也快了。鹦鹉灵体只要灵气充裕，资源丰富，升级那不是像喝水一样简单。
我的灵根根植95%，吸收灵气就很快，晋级也快。他不敢想，如果变成水灵体，那他会不会在25岁前晋级金丹？不过，如果是水灵体，它会变得更香，谁都想咬一口。同为神兽，为什么我一出生就这么菜？差距也太大了。小龙崽，是不是你长辈将实力传送给你的？哼，我长辈打不过我，他们要联手才能和没被封印的我抗衡。我不信，我就是一诞生就是这么厉害，你爱信不信。那你能不能让我也变厉害？吃吧。我啃到咬痛了。为啥一个个都这么菜？我去哪儿找只厉害又拉风的坐骑？小徒孙、醉姐姐，你们来温温家玩吗？温温，刚刚的大雨是不是你下的？这可不是老祖亲手蜕变的神兽麒麟吗？怎么会被用来取灵血绘符？是什么？没什么，是温温的小宠。不是我的，是知悉姐姐的。天杀的小龙崽，天天就知道欺负我，动不动就拎我放我血，太欺负兽了。明明他自己的兽血比我还要珍贵，还要贵上无数倍。用珍贵无比麒麟灵犀绘符，整个仙门恐怕也就只有温温敢这么做，这么奢侈。希望他能够在温温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替温温保护你。他不想经常给他送灵米和灵果的醉姐姐无缘无故死掉。上回的9品灵气是不是温温炼制的？那可不，就是我。温温，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炼丹？真的可以吗？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醉师妹，剑山的炼气石被炸得粉碎，要不是他跑得快，恐怕他和温温也会被炸死。没事儿，不就是炸炉吗？姐姐我别的不多，就是钱多。给温温在丹峰空置山头备上一个炼丹室。温温如果能炼制1枚9品丹，别说炸炉1次，就算炸3次又如何？谁刚开始炼丹不炸炉？竟然有人会支持他炸炉！醉姐姐，温温爱你。那温宗和姐姐去试试炼丹。他不喜欢吃丹药，也不需要丹药，奈何他的徒子徒孙和爹爹哥哥姐姐们一个比一个脆，总不能每次都向系统哥哥要吧？他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乖宝宝。知悉，你师尊呢？师尊出门追杀魔修。清墨，你去干嘛？我当然是去看温温炼丹。你怕不是嫌命长？你要是没事干，正好去帮师叔我处理一下宗务。